家它是一个群像，目前拍了30多个人，单身、已婚、未婚，也有已育、离异、独居。我想去家里拍，它藏着一些你的隐私癖好。女孩子的家里会比男性要更丰富。你还是选择了独居，为什么呢？发现前男友出轨约炮，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然后就发现有一个我并不知道的另外的一个手机，看到了很多的图，从我的脚底开始发麻，一直到头顶，就每天都会做噩梦。搬到家。我叫戴显静，然后85后，现在在北京独居了4年。影像这个事儿可能拍了10年了。2016年辞职了，夏天我就搬家，想拍肖像，从周围的女性身上去探索，我们彼此之间经历的共鸣是什么。30以上为主，最大的拍过40几岁的，也有给我主动写邮件的。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是直接找的朋友，当时她怀孕了，然后就去了她家里，后来就离婚了嘛，自己带着孩子在生活。也是拍了她之后，让我感觉到，哎，这个还挺有意思。然后今年重新回访了她，她怀孕的时候，眼神中还透着一些迷惘，现在眼神是非常笃定的，没有把性和爱，把就是欲望、占有这些全部都交织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其实她自己的笃定感是更强的。单身独居是比较多的，因为这也是最合理的。一个81年的女孩，2个人一起做生意，一起生活。她男朋友出轨，她主动提了分手。就在2020从广东到北京的搬迁，在一个学生公寓楼，一个大的厅，然后里头一张床，一个阳台。以前的收入也不错，没想到一个40岁的人的居住环境是如此的简单。非单身独居就是在亲密关系中，但是没有住一起。他是一个表演老师，自己带孩子，他在这个房子这儿看不到父亲的东西或者丈夫的东西。他老公是一台湾人，但是没有住一起。他说我选择婚姻，还是家里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婚姻的这种状态。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多开放的态度。我在拍摄过程中，床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体现，它很私密。我让他躺在床上，因为他们家很小，我是站在床上拍他的。他的卧室里头除了书就是衣服，其实是他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描绘。项目发布完了之后看评论，有一个就回说什么结婚率已经这么低了，就是还鼓励独居呢。女性独居它意味着不依赖嘛，大家能看见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，每个人都可以做自主的决定。其实我拍完每一个女孩之后，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里。他们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沟通者，你看的越多，你越会知道自己的位置，你会越包容和谦卑一些吧，以及没有那么孤单。